今天讲难听点，民进党是坏到骨子里面去了。可是国民党你做了什么？民进党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走狗了，而且自己花钱去买骨头了，买武器。国民党难道要成为美国的哈巴狗吗？可是按照朱立伦的这种讲法，国民党不就变成美国的哈巴狗了吗？欢迎收看《洪流洞见》，我是洪淑芬。在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。教授好。淑芬好，大家好。张教授他不只是孙文学校总校长，他另外一个身份呢是国民党党主席参选人。这一届的国民党党主席的参选，可以说是关乎国民党的存亡之争之际了。因为在接下来2022年的9合1选举，然后接下来的2024的总统大选，都影响非常的重要，谁来当党主席？好，但是我们看到在2014年大选举之后，好像国民党的一个民调就不断的往下坠，似乎民众是失去了国民党的信任跟信心，这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现在我们听到非常多的声音是希望国民党可以团结，要振作起来，有非常多这样的声音。那究竟国民党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这两天我也听到那个朱立伦先生要参选哈，朱立伦先生参选，其实他提出也是国民党的一些问题，可他所观察点有两个。他认为他今天为什么会参选，就是第一个，民进党这一年做得太烂了，包括像疫情的事件。第二个，他认为说朱立伦先生，对不起，他认为江启臣先生做的不是特别的好，然后他想诉求的就是说2022年的选举跟2024年的选举，是，我想都讲的都对，但是这些问题就是您刚刚讲的，他有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？国民党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？就像我这次出来参选，我是要救党、救国、救两岸。今天国民党的问题，难道只在于说民进党这一年做得不好吗？民进党、国民党的问题，当然现在主席不好，可是包括朱立伦先生说你要寻求改变。我请问你是改变什么东西？朱立伦先生不就是曾经做过党主席吗？没错。你有没有想到，今天两岸的问题其实更深层的在于两岸是兵凶战危啊？这两天我们看到小 S 的事件。两岸之间基本上已经从高层的政治对抗到了低层的社会方面的对抗，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吗？假如我们今天要重整中国国民党，如果我们还在这种皮毛上做文章，这些问题选举我当然认为2020要赢啊，2024年也要赢啊，可是你怎么赢呢？简单来讲，你光靠说我推出一个天王，再加上我国民党的团结，我也同意啊，要找到最好的人选，我也同意要团结。但是天王加团结，请问一下，是等于一个胜利的方程式吗？请问一下，民进党没有天王吗？民进党不会团结吗？今天包括朱立伦在2016年，包括韩国瑜在2020年，一个输了250万票，一个输了300万票。这个整个选民的基本盘或者选民的支持者，他的比分已经改变了。现在整个蓝军大概是43%，绿军大概已经到了56、57了。国民党你再怎么团结，你能够赢得2024年吗？或许2022年国民党有机会赢，因为地方选举不牵涉到所谓国家认同、两岸关系大的议题。可是当他拉到一个2024年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国民党能够赢吗？所以包括我现在看，包括江启臣先生，包括朱立伦先生都要参选，但是你们谈的事情还是一些枝微末节。谈的是说怎么让2020年赢选举，但是我今天跟你谈的是国民党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？国民党为什么从李登辉到现在为止，特别这几年被民进党压在地上打？国民党为什么抬不起头来？国民党今天最大的困境在什么地方？今天中国国民党要了解说，我们以前就是失掉我们的理念，失掉我们的论述，我们的灵魂不见了，我们头脑坏掉了。这个情况下，你整个身体当然虚弱嘛。可是你今天看到今天国民党的这些天王们，他们天天告诉你说，哎呦，有选举赢的策略，我们要团结在一起。可是今天你国民党怎么处理一些大的问题？我们的历史文化的问题，我们的认同问题，我们的一些人员问题，我们这些问题的基本态度是什么？今天大家都在批评，不是我张亚中讲，一天到晚拿着香跟着民进党的拜，跟他拜嘛？为什么？你的思想被别人牵着走了嘛？你的思想被别人牵着走后，你现在只有一个本事什么？就骂民进党够烂。我也同意民进党够烂了，我骂民进党从来不会少，但是你的解决问题方法是什么？各位，民进党今天他的问题不在于他要打败国民党，
民进党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它会让台湾整个消失掉，它会让我们中华民国整个被灭掉啊！如果让民进党这样子搞下去的话，台湾是非常危急的，两岸今天的战争是有可能会发生的。今天台湾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啊，可是我们看到国民党还在盘算是2022、2024。我刚刚讲了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但是今天作为一个党主席，他应该思考的是一个核心的问题，整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的问题，整个基本的架构的问题。所以这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讲说，今天国民党的问题其实不在那些表象，它基本上在它的核心，基本上是大论述。一个没有理念的人，那怎么下去？对，老师，等一下我们来谈谈您所谓的核心的问题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本来这一场的国民党的党主席之争是在6月份的时候要举行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延后到了9月25号再投票。那么到时候呢，是由所有的国民党的党员直接来选党主席。我们就先来看一看，现在目前老师的竞争对手有哪几位啊？目前我们所看到的，就是在8月2号已经宣布要参选的朱立伦，另外还就是现任的党主席江启臣，他势必一定会再战。那另外还有一位是前彰化县长卓博源，还有就是我们老师张亚中。好，目前呢，在台面上就是比较确认要出来参选的单位，就是有这4位。那待会儿我们会来请老师来点评一下，你对其他的这几位的参选人，他们各自的理念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但是我们要先来谈一谈老师的理念，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，朱立伦在8月2号他宣布要参选之后，他立刻就讲了，他希望在1年之内要让国民党支持度跟认同度都超越过民进党，而且在明年的选战，他认为6都都要过半。他说他当选党魁的第1天。他就要成立选战策略小组，就像老师说的，他的思维就是为了选战，但是老师认为这个都还是肤浅的，还是这个层面应该要更深层的去探讨其他的核心。老师所谓的核心是什么？好，简单来讲，国民党大概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主张胜选，每个人都主张胜选。那国民党的胜选大概有2派，一派就是所谓的风向派。就是风往哪里吹，我就往哪里走。老百姓喜欢什么，我就喜欢什么。这样子，他认为才可以得到最大的选票嘛。这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，就是说没有赢得选举，什么都是假的；没有权利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我想这种完全以选举为思考的，我觉得当然要，没错，我们选举当然要赢，我也主张赢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回想看看，这几年来你每次都想赢，可是现在是你的民调现在只剩下20%不到了。你一天到晚想赢，结果呢，自己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全部都丢掉了。所以现在的国民党让人家感觉起来民调拉不起来嘛？为什么？别人不尊重你嘛，别人看不起你嘛，因为你很多该坚持的时候不坚持，不该妥协的是妥协，天天就在那边混来混去嘛。那我觉得国民党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胜选派，就基本上像我们这种理念派，就基本上你要坚持自己的信念，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存在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思想、一些论述，让人家觉得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坚持到底，这样子他才会尊敬你嘛。各位，就像我们做人一样，考试一样，一场小考试一件事情，可是你整个的人格的培养，整个知识的累积，这才是最重要的嘛。所以我的看法说，现在你看国民党这些天王们想的都是短期的，我跟你承诺，2020年一定选上，然后呢，你有没有做一个核心的改革？请问一下，从李登辉以后，或者马英九以后，我们国民党在每一次的败选以后，有没有发自内心的整个来讲，希望能够改头换面的，重新的自我的反省，重新自我检讨，到底今天失败在哪里？往往就推荐说，哎呀，是因为某某人出来选举不适合啦，或者国民党不团结啦，民进党太恶劣啦，民进党做票啊，就是用这一些的理由做我们自己找一个借口。可是我们知道，那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？所以我的看法说，今天国民党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。讲难听点，如果中国国民党如果这次再失掉政权，再失掉政权，或者国民党今天再让这些人当选党主席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们讲，国民党还是一样没有理念，一样没有灵魂。那换句话，还是被民进党压着打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的看法说，我当然也要胜选，我当然要胜选，我一定会胜选。
可是我在胜选，让什么东西去胜选？让人家佩服中国国民党，认为中国国民党值得一个尊敬的。我中国国民党的政策，我的理念是以全台湾老百姓为想的，我是为两岸和平的。这种东西你要透过你的媒体，让更多人去了解。那中国国民党要彻底的改革，不是只搞个策略委员会啊！你国民党的本质都出了问题，你还搞策略委员会有什么用？你以为找几个有头有脸人出来，这国民党就会再争啊？人家民进党也有天网，我讲了，不是在找几个人，不是搞个策略委员会，找一些文青、一些文章，你就会赢，不要这样子想了。所以我的看法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对症下药。到今天这一刻为止，我必须要讲，从江启臣跟朱立伦他们的发言来看，他们到今天这一刻为止，还不太了解中国国民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在什么地方，还在那边朝生梦死、醉生梦死，还不知道自己的危机所在。而且他在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从来没想到自己中华民国将来怎么办，永远想的是国民党怎么办。今天讲难听点，今天两岸已经兵凶战危了，今天两岸情势这个样子，美中之间在对抗了，你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？永远想着2022，所以我这个眼光如豆啊，基本上想的就是那么短视的事情。我是觉得很悲哀啊！国民党为什么从蒋经国以后没有办法再出现一个大开大合，站在理论的高度，站在论述的高度？国民党曾几何时啊？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，我张亚中这次出来，我真的跟你讲，国民党的问题在什么？今天包括江启臣、朱立伦，其实他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也不是跟他们在竞选，我在跟谁竞选？我在跟李登辉所留下来的阴间的那个阴魂在对抗。今天这些人他的所有思维，江启臣、朱立伦他们的思维跟李登辉哪一点不一样？你告诉我。他们在两岸论述上，他们在历史文化论述上，他们在身份认同问题上，他们在哪一些问题上的时候想的跟李登辉不一样？他们在哪些事情，当他在执政的时候，他所提出来的做法有挑战过李登辉所留下来的东西？没有嘛，一个都没有嘛。所以今天国民党，我讲句不客气的话，现在还在被李登辉所留下来那个毒瘤还在整个笼罩住。国民党要不要革新？国民党不是改变而已啊！你说你改变，你改变往哪走？改变的更独台吗？改变的更独台吗？你改变的更向老百姓妥协吗？你改变什么？你改变什么的内容？我要看一看嘛。所以我的看法说，这些到今天这一刻为止，倒还没有了解国民党的问题核心所在。我常讲，我们要救党。我们为什么救党？是因为我们要救国。为什么救国？因为我们要两岸要搞定。你两岸搞不好，两岸之间发生战争以后，我们绝对是兵凶战危，我们老百姓受到伤害嘛。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，我所关心的层次，我必须要讲差太多了。真的差太多了。他们在乎的就是2022年，我在乎是中国国民党100年的基业，国民党未来能不能够引领中华民国，国民党会不会能够为两岸创造和平，可不可以老百姓创造更好的生活？不是用一个2022年能够选举赢输来检验自己，那是当然要赢。当你让老百姓感觉到说你是为国家、为人民在奋斗的时候，选票自然就过来。这个因果、这个逻辑要搞清楚。OK， 老师刚刚一直讲到说要找回国民党的灵魂，一直要找回国民党的核心的价值。这个部分，老师可不可以再更深入跟我们讲？你所想要阐述的跟其他的参选人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你要找回原本国民党应该有的那些核心的价值。我先举几个例子吧。我们既然就要先讲两岸吧。对。各位，今天两岸到今天这一刻为止，两岸是不是还是敌对状态？没错。两岸还是敌对状态。中国国民党是不是有责任把两岸带向和平？是。这一点，民进党是不可能。民进党就希望两岸战争。可是今天朱立伦他的整个论调，他说基本上他对9·2共识持一个比较宽松的态度。他认为说我们要加强对美国的亲美。好，我不反对亲美啊。可是你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的两岸问题，他讲什么？求同尊异。尊异代表什么？叫我们尊重大家的歧义的地方。我也认为两岸有歧义，可是这个歧义在什么？这个歧义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两岸政治定位的问题。我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北京主张说两岸将来应该是父子关系，那我张亚中也不同意，对吧？那民进党主张说两岸是一个外人关系，那北京也不会同意。那国民党对这个问题主张就是说，我们各说各话，一中各表，各说各话嘛。朱立伦说我们要尊异，尊异就是说我是中华民国，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没问题。可是这样子的差异下去，请问一下，你能够解决敌对状态吗？你不能够解决。就像这次奥运，从2019年开始，蔡英文在不断的操弄，把这个习近平讲的9·2共识等同1国2制，
国民党包括朱立伦，包括江启臣，从来也不吭一声，跟着起哄。那后来发现香港的问题，也跟着起哄，也没有表示一些其他方面的更正确的主张，把这两岸关系搞得越来越僵了。民进党绝对是罪魁祸首，可是国民党在这边又做了什么？然后到今天这个为止，你看看两岸这次奥运的事情，包括小 S 的事情，大家开始叫骂了。今天讲难听点，民进党是坏到骨子里面去了。可是国民党你做了什么？那好，那你今天还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还是求同尊异，你不想去把这个歧义化解掉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两岸的敌对继续下去嘛。你又在两岸敌对下去，你又100%的愿意去靠美国。民进党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走狗了，而且自己花钱去买骨头啊，买武器。国民党难道要成为美国的哈巴狗吗？可是按照朱立伦的这种讲法，国民党不就变成美国的哈巴狗了吗？请问一下，当国民党这么样的靠美国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又等于在为民进党在做背书了呢？这样子下去的话，两岸关系能够搞得好吗？当两岸关系搞不好的时候，老百姓第一个倒霉，第二个，中国国民党，请问一下，你存在的价值在什么地方？存在的价值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换言之，你今天包括江启臣，包括朱立伦，你有没有提出一个两岸和平的大论述？你没有嘛？你完全想的就是2022年选举，你完全不去考虑到台湾的外在环境的问题了。请问一下，这种中国国民党，你的理念灵魂在哪里？你连和平都不敢追求，你搞什么？